上期节目我们分析了黑坑舆情，在对比中，我们立体考察了黑坑选位的优势和不足。在体验《满江红》的过程中，有快感，有等待，有聆听鱼翻水花的美妙。哇！你看0.4的子线能钓这么大的，1分钟。而接下来，我们把焦点聚集在黑坑浮漂的运用技法上，观察着水中的舞者在不同情况下有着哪些微妙的变化，去判断每一个动作影响着怎样的结果，最后做到如何去解读浮漂的庐山真面目。中鱼了，于老师，这是什么动作的呢？就领底的那口接吧。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人类生息繁衍，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。而随着垂钓运动的发展，钓鱼人数逐年增长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可供钓鱼人垂钓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少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黑坑及带有商业性质的垂钓园孕育而生。在内陆地区，特别是京津冀，黑坑垂钓开始风靡。渐渐的，由于商业活动的驱使，黑坑的玩法开始百花齐放。鱼情不同，水情不同，收费不同，有人暴富，有人空军。如此一来，黑坑大军开始潜心研读这里面的门门道道。他们开始分析，为何这看似简单的一池净水，可以有着这样的魅力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本期国家级竞钓大师李成峰与钓友小军继续玩转金华黑坑，探究在黑坑中那些最受关注的技法，如何调漂，如何诱饵，如何在鱼情变化时依旧逆流而上。你看，都是小土灵。我选择了一款枣核的混养锚，长度呢大概在50公分左右。都说浮漂是钓鱼人的眼睛，如同给岸边的钓手与水中万物搭建了一座必经桥梁，随时能够观察到水中的每一丝脉动。而漂身的长短不同，吃铅大小不同，翻身的速度不同，都会有可能影响到钓鱼人的判断，导致最终产生不同的结果。那么，当选择好一款浮漂后，调钓就成了最大的课题。目数少一点，是不是找底好找一点？不是，那样还容易找过底。你看我的漂在哪个位置？哇，差这么多啊！第3节，我这接口节差不多啊。来，我来给你看看，差不多啊。嗯。你是调了几目？调了7目。调了7目，验一下啊。那么第一个黑坑呢，约是3.5米。我们正常调漂是在表层或者不是很深的地方进行调漂的。这个时候，水线的重量是完全由浮漂负担的，风线的重量呢，则是由浮漂和竿尖共同负担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放在比较浅的水条，
做钓的时候放在比较深的水位去钓，很容易出现一个浮漂的目差。所以我们调漂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注意了，在潜水调完5目左右的地方，我就立马的拉伸了水线，然后一直放在3米左右的水深去搅验了浮漂。这个时候浮漂感觉到没有5目，那么我们继续减潜，一直到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数。在半水调漂时，水线的重量往往很容易被忽视。许多初学者认为，当半水调漂所出现的目数就是准确的，其实不然。特别在深水区做钓，当双钩到底后，水中的线将会附带一定的重力，而这时浮漂出现的目数会较之前半水调漂的目数稍微低一些。所以，当找到水深后，浮漂的调目还需进一步验证与调试。刚才这个浮漂在抖动，是不是有鱼撞到了？应该是。你看，现在有口，看到了吗？中鱼了，这就是底。来吧，这杆子的硬度。赶紧的，抓紧时间，开口机会难得。哎呀，切线了，挂树上了。当时我也连续上了几条鱼，感觉信心满满。突然之间跑了一条鱼，还把我的钩跟线组挂到树上去了，顿时感觉心情那种落差感很强。当浮漂出现下顿，小军急于提竿，而在这过程中，一方面为了能快速抢鱼，选择了偏硬的满江红；另一方面，因上鱼心切，发力过猛，还没有等鱼完全将饵吸入口中，便用力提竿，最后因操作不当导致切线。4.5米的杆子做钓的时候，可以说浮漂离竿尖的距离过分的大，也就是说缓冲的余地比较少，那么就可能会切线，甚至拉获鱼嘴，产生脱钩的现象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要轻抬竿尖，把鱼刺中，慢慢的把鱼由水底领到水面进行抄网就可以了。凌和顿总是根据鱼情来决定的。而在当天，面对鱼情较好的黑坑，选择长尾浮魔漂配合钓铃。当观漂时，抓有力沉稳的下顿。调钓过程中不忽略每个细节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最终就会迎来满意的渔获。
小军啊，哎，今天这个坑爽不？蛮好的感觉。是吧？对。那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其他的坑试试看。哎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走，收拾东西。好。30斤有没有啊？哇！行了，我们收拾走。好的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，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试钓过鱼情较好的黑坑后，接下来探钓相对谨慎的二水鱼，李成峰又会做出哪些举措呢？我们在钓第2个黑坑，鱼情不快，也不慢，这种时候我就选择了一只浮力大小适中的一只伏魔系列的浮漂，也是枣壳型，主攻的就是行程和鳞底界。当日坐钓来到的这处方塘属于正钓过后的二水鱼，这样的鱼吃饵非常警惕，当处于偷驴状态时，选竿上就不宜偏硬。伏魔系列相对来说比满江红更为合适，而在选漂时应选择浮力适中且灵敏度较高的浮漂，助攻鳞底的鱼。我感觉我调的还不够灵。调了几目啊？调了5目啊，钓1目。其实也差不多，因为动作感觉不是很大，它吸食不是很给相当的力度，那个时候不适合再调高了。你先调5目，钓个1、2目试试看吧。我是调了6目。调的6目啊？嗯。第2个黑坑这边的鱼呢，密度稀一些，相对的来说警觉性比较高，给的口呢比较微弱，那么我们就把3目的目差给它，让它更容易克服，让一些轻微的信号呢都能够反映出来。况且这边的水位比较浅，3目的上千粒，目差上千粒已经够了。这个鱼感觉刺口好轻。是啊，因为鱼放下去，正钓结束了以后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钓走了。那么留下的这批鱼呢，相对的来说，密度大大的减低了，而且它的警惕感会更强一些，所以它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大口进食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线组也用的精细一些，调钓也要用的合适，然后饵料的状态也很讲究。又上鱼了。这口出得更轻，就感觉似动非动的动了一口，警惕性很高，所以你一定要去观察那些小的动感、小的带动感的动作。正钓过后，塘中的鱼密度降低，救饵谨慎。此时李成峰选择伏魔来应对这样的鱼情，可谓是正确之举。同时配合伏魔系列的浮漂，调钓合适，那么攻克这池中之物如探囊取物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中鱼了，李老师，这什么动作的呢？就鳞底的那口接吧。你那边是不是都是小口？对，一个都没有。打到饵盆比较干净了，这个时候粘性也产生了，拉出来的饵球也饱满。
中鱼了。李老师，这什么动作的呢？就是在2个饵料临底的时候，浮漂快到位的时候，感觉有一个连续的加速动作，底接吧，就临底的那口接吧。哦，你试试咱们刚才开的白饵吧。好的。感觉有动作打不中，试试这个白饵。黑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鱼情稍有不同，钓鱼人就要施展出18般武艺来应对着千变万化的局面。除了选竿和用漂，饵料的搭配也不可小视，味型和状态有时候也能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。那么，面对着开口较轻、救饵谨慎的二水鱼，在饵料上又需要做出怎样的文章呢？我们把虾肉剥完了以后，现在就装进这种果汁机。OK。现在已经变成虾糊了。对。你看。状态啊，去收这个虾汤，这个水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开始成团了。我们再放一会儿，这个比例就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我们开一把拉饵，一般来说以香为主。像这种本味类型的饵料，我们大概就取2到3份。颗粒类型的饵料加1份，因为毕竟是有养殖习性的鱼嘛。所以相同比例，拉丝粉也要添加。添加量多少呢？我们也大概加1份，加水。一定要和得稀。OK， 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在香味的同时，更加有浓郁的果香味，有果酸味。基本上的水比大概就是1比1。打到饵盆比较干净了，这个时候其实粘性也产生了，拉出来的饵球也饱满了。冰冻虾肉加丝收水，拉饵配原糖颗粒，让饵料达到最佳状态，香的同时还有果酸味道。综合配比，只为能够吸引鱼儿的觅食欲望。当干线、钩漂饵万事俱备后，剩下的只需耐心等待，全神贯注去体会浮漂的每一丝细微的变化。哇，来了，难得有一口啊！第2个海坑的时候，我还是调7目钓3目，但是一直上不来鱼。后来问李老师了，他帮我调的是调5目钓2目。调完这个目数以后，上鱼的效果就发生了改变。对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；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接下来，李成峰和钓友小军到达第3个黑坑，又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呢？哎，上鱼了！鲮鱼哎，这是个鲮鱼哎，鲮鱼啊！小军啊，你那边是不是都是小口，而且都是种的这种小土林？对，是吧？鲫鱼一个都没有。是啊，这种季节加上这个坑偷驴已经偷到这个地步了，鲫鱼的密度大大降低了，
反而是这种本塘繁殖的小土灵比较，也就是说数量比较多，好像进窝的鱼都是以这种小土灵为主。要不我们试试钓小土灵吧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调整一下，可以的，我开把饵。好吧。在第3个黑坑感觉到有小鱼闹的情况之下，没有鲫鱼进窝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改变饵料的思路和钓法。我就临时开制一款新香的，类似钓小鲫鱼的饵料。这个土灵就是比较喜欢那种腥味的，是吧？小个体的鱼其实都偏腥，像这种以腥为主、以香为辅的新香饵可能会好一些。来，这块给你，你把线组调整完了，赶紧就去选一只相对的来说不要太大的浮漂，去调一个不要太高的目数，调几目就钓几目。那么第3个黑坑呢，钓着钓着发现呢，小个体的鱼闹窝，大个体的鱼没有进窝，所以我们临时改变了调钓方法。小个体的土灵因为吃食动作比较微弱，加上嘴型吃食的时候开的又不是很大，那么我们调的过灵，比如说像这种类似有目差的情况之下，很难的去反映比较真实的动作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调的是调4目，钓4目，也就是说在双钩踏实落底，2个饵料踏实落底的情况之下，饵料是不受上牵力的。这个时候鱼只要将饵料轻轻地含在嘴里，闭口，细微的动作就可以产生，属于不灵不顿的状态，零目差。那么这个时候真实的信号就更容易捕捉了。又是个双尾。小俊，哎，怎么样？爽了没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那咱们吃饭去吧。你看看我今天钓的，哎，不少吧？小鱼，哇，20-30斤有啊！你出门钓鱼啊，咱们就是随机应变，对，没有一定给你设想好的鱼情的，对吧？对，走，吃饭去。哎，好的。当源源不断的钓鱼人在各式黑坑旁安营扎寨，或迷茫，或困扰，或连杆，或抱护，守候夹杂着无奈，收获伴随着喜悦。这形形色色间，无不体现着所有人对垂钓的执着。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那些黑坑的故事悄然间传遍大江南北，而我们探钓黑坑的脚步才刚刚开始。哦，老板，下次一定给你，一定给你。哎，吴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看这个鱼不太大，我想给它飞上来算了。我戳的是颗粒呀、哇！喂！单个太硬了。